我的面馆火了10年，全靠6个拉面师傅撑场子。他们也知道自己重要，隔3差5就要涨工资。这次更是狮子大开口，集体辞职来要挟我。我沉默了3秒，平静地说：“那就辞吧。”第二天，我把招牌上的拉面2个字抹掉，换成了盖浇饭。改啥都没用，客人是冲着拉面来的。但1周后，我的营业额翻了1倍。拉面师傅老张跑来求我：“老板娘，我们错了，能不能回来上班？”不好意思，盖浇饭不需要拉面师傅。刘老板，我们6个商量了一下，这家店开了10年，靠的是什么？你我心里都清楚，靠的是我们兄弟几个的手艺。客人是冲着我们这口妹来的，不是冲着你这个老板娘。他说着，环视一圈大堂里的客人，有几个老客尴尬地低下头，扒拉碗里的面。我没说话，静静地等着他继续。所以大伙觉着拿着这点工资配不上我们的手艺，我们也不多要，现在的工资再加3成。另外，我们要技术入股，拿店里3成的份子，不然我们6个今天就走人。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就这2个字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的要求我不同意，你们的辞职我批准了，工资待会儿就结给你们，明天起你们不用来了。刘亦菲，你想清楚了，没了我们，你这面馆开不过3天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除了会算账，连和面都不会，到时候客人跑光，我看你哭都来不及。哼，抱歉了各位，今天后厨有点事，提前打烊，没吃完的，今天这顿我请了，吃完的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捧场。客人们面面相觑，有几个老熟客想开口劝几句，我只是微笑淡淡回应。老张见我完全不接他的话，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最后咬着牙撂下一句狠话：“呵，你有种，刘亦菲，你别后悔。兄弟们，我们走。”此时店里一片狼藉，唯一还留在后厨的是洗碗的王阿姨。亦菲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王阿姨是我家的老邻居，从我丈夫还在世时，她就来店里帮忙。她知道我根本不懂拉面。王阿姨，别担心，先把店面收拾一下吧。随后我走到门口，把营业中的牌子改成了暂停营业，然后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。喂，小赵师傅吗？我是刘亦菲，对，城南面馆的老板，我想请你的装修队过来一下，有点急活。对，今晚就要动工，把后厨的拉面灶台全拆了，对，一个不留，换成新的料理台，做盖浇饭用的那种，钱不是问题。挂了电话，我走进后厨，拿出柜子最深处的一个箱子，打开后，里面是一沓厚厚的设计图纸，封面上写着一行已经有些模糊的字，落款人是我的名字，日期是12年前，夜里10点，装修队进场。老张他们没走远，就聚在街对面的烧烤摊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店里的动静。看见没？那女人真把灶台拆了。我看她是破罐子破摔了，没了咱们，她能干啥？卖西北风啊！我敢打赌，不出3天，她就得哭着来求我们回去。到时候，张哥，咱的条件可就不是3成了，必须对半开。等着瞧吧。我没理会对面的喧嚣，戴着安全帽，在满是灰尘的后厨里指挥工人施工，按照我的图纸拆掉多余的隔断，扩大出餐口，墙壁换成更明亮的防油污瓷砖，灶台撤掉，换上3台大功率的电磁炉和1排不锈钢料理台。王阿姨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，我亲手把拉面的牌匾撤下来，换成了盖浇饭的招牌。对面老张几人看到新招牌后，一个个都笑得直不起腰。盖浇饭，他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吗？说换就换，看着吧，这绝对是他这辈子做的最蠢的决定。咱们的客人是吃面的，谁会来他这吃什么盖浇饭？这店死定了。第一天是新的开始，王阿姨来的比我还早，已经把昨天装修留下的最后一点浮灰都擦干净了。亦菲，我们今天卖什么？今天我们只卖3样：黑椒牛肉滑蛋盖浇饭、香菇滑鸡盖浇饭，还有家常番茄炒蛋盖浇饭。这些我听都没听过，能行吗？能行。上午10点备菜完毕，开门营业。街对面烧烤摊的桌椅还没收走，老张他们几个歪七扭八的坐在那儿，眼睛死死盯着我的店门。很快，第一个客人来了，是附近公司的老李，吃了我们家10年面。老板娘，1碗大宽，多加辣子。等一下，老板娘，你这里不卖拉面了？那就算了，我还是习惯吃面。老李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，他撂下这句话后离开了。接下来来的都是老客，他们无一例外，在看到新招牌和新菜单后，都选择了转身离开。王阿姨急得脸色都发白了，而街对面的老张他们爆发出一阵哄笑，还对着我空无一人的店面拍了照片，发了个动态。午后1点，我和王阿姨开始吃饭，她吃完第一口就对我赞不绝口。这时走进来一个穿衬衫、戴着眼镜的年轻人。老板，一个人有什么推荐的？第一次来，可以试试我们的招牌黑椒牛肉滑蛋饭。他答应下来，我转身去了厨房。很快，一份完美的盖浇饭完成了。他拿起勺子，先舀了一块牛肉放进嘴里，眼睛瞬间就亮了。接着他一勺接着一勺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街对面老张他们还在打牌，
对于店里这唯一的一位客人，他们投来轻蔑的一瞥。5分钟后，年轻人面前的盘子干干净净，1粒米都没剩。老板，多少钱？38元。老板，你这饭值这个价，这是我工作日吃过最好吃的午餐，明天我还来。第二天，那个年轻人果然又来了，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同事。他熟门熟路地走进来，热情地向同伴介绍：老王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家，昨天我发现的宝藏小馆，特别是盖浇饭，绝了，颠覆你的认知。一份盖浇饭能好吃到哪里去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老板，今天有什么推荐？在我的推荐下，他们2人都要了香菇滑鸡饭。2份饭端上去后，只吃了1口，眼睛就直了。2个人皆是赞不绝口。随后，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位客人，有附近大学的学生，有路过的情侣，还有一个提着电脑包，看起来像是刚下班的程序员。街对面，老张他们已经笑不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些人哪来的？老张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刘亦菲花钱请来的托？不会，肯定是他花钱请来的托儿。看着吧，演不了几天，等他钱烧完了就得关门。下午，我算了这3天的流水，第1天38元，第2天212元，到了第3天，仅仅是中午就超过了400元。1周后，店里的生意稳定了下来。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半，店里20个座位能翻上2次台，来的客人几乎都是新面孔。老张他们彻底笑不出来了。这天中午，店里正忙，一个以前经常来吃面的老客在门口探头探脑，被老张硬生生推了进来。去，老刘，进去问问，就问他那牛肉是不是真的，凭什么卖那么贵？老板娘，你这还在忙啊？我就是听人说，你这盖浇饭卖38一份，用的牛肉不是什么好牛肉。话音落，店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正在吃饭的客人都停下了筷子，抬起头，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。刘哥，你听谁说的？就是外面的人瞎传，是不是张师傅他们？老刘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我没再为难他，而是转身对着店里所有的客人朗声说道：各位，我知道最近外面有些关于小店的谣言，说我以次充好，用廉价的合成牛肉卖高价。我刘亦菲开店对得起良心，但光说没用。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，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将我的后厨对所有人公开。我会在店里装一个大屏幕，全程直播后厨的操作过程，从洗菜、切肉到下锅烹饪，每一个环节大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用的什么米、什么油、什么肉、什么菜，绝不藏私。欢迎各位随时监督。老板娘大气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以后午饭我天天来你这吃。深圳不怕影子斜，我们信你。对，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。门口，老张的脸色由青转白。他本想用谣言毁了我，却没想到反而成了我免费的宣传，给了我一个将品质这个招牌彻底打响的机会。第2天，我兑现了承诺，将后厨打造成了一个公开的直播间。之后，又在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专门设置了一个透明的玻璃冷藏柜，作为今日食材展示区。我甚至把各种调料的品牌和购买发票都复印出来贴在了旁边的墙上。这一举动成功的让我的店火了，仅仅1周时间，日营业额就突破了1万大关。转折点发生在第2周的周五，那天下午，店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，一个很年轻的女孩，长得很漂亮，化着精致的妆。哈喽，宝宝们，你们的糖糖探店日记又来了。今天我们来打卡的就是最近在网上超火的这家江粤盖浇饭。据说啊，这家店的老板娘超级硬核，直接把后厨给直播了。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面对这位女主播的拍摄，王阿姨有些紧张，想上去拦她。我冲王阿姨摇了摇头，示意她不用管。眼前这个吃货小唐是拥有几10万粉丝的美食探店博主。哇塞，家人们，你们看，这是真的，所有食材全在这摆着，后厨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。这家店也太有安全感了吧！好了，环境分先给打满，现在我们来尝尝味道。他找了个空位坐下，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一份饭，并没有多加料或者特殊对待。小唐看着眼前的盖浇饭，眼睛亮了一下。宝宝们，你们看这个麦小，这个滑蛋嫩的跟炖蛋一样，牛肉粒颗颗饱满，黑椒汁的香气已经冲到我天灵盖了。说着，他盛了一勺放进嘴里，下一秒直接愣住了，大概10几秒后才惊叹出声：这个牛肉绝对是好牛肉，又嫩又多汁，应该是加了牛奶。米饭也好好吃，软硬适中，裹满了酱汁，每一口都是幸福。宝子们，这家店我给打9.5分，扣掉的0.5分是因为怕老板娘骄傲。这是我今年吃到过最好吃的盖浇饭，没有之一，强烈推荐你们来打卡，相信我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给糖糖一键3连，拜拜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早上8点开门的时候，店门口已经排起了一条长达50米的队伍，队尾甚至已经拐过了街角。
这些人有年轻人，有带着孩子的家长，甚至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们全都举着手机对着我的招牌拍照。王阿姨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整个周末，我的小店成了这座城市最新的网红打卡地，队伍从早上8点一直排到晚上8点。到了晚上10点关门算账的时候，王阿姨看着收款机上那个刺眼的数字，手一软，差点坐到地上。23800元，这个数字是过去拉面馆半个月的流水。一菲，我们发财了。高兴之余，我开始复盘今天出现的问题。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了床，联系生鲜供应商，把订货量提高了5倍，然后又联系了一个做软件开发的朋友，让他帮我用最快的速度开发一个小程序，用来线上取号，一点单，接着打印了几张巨大的告示，贴在店门口。什么？还限量了？老板娘也太任性了吧！不等外卖啊，我还想给同事们带嘞。自此也得免得被黄牛盯上，真正想吃的人反而吃不到。没错，那些搞外卖的网红店送到手嘟脱了，难吃的要死。这之后，我又在门口贴出了一张招聘启事，招聘服务员2名，后厨帮工1名。就在小店因为限量供应和任性规定而再次成为全城热议话题的时候，老张他们正经历着开业以来最惨淡的一天。他们的拉面馆开在隔壁街，装修照搬我以前的老店，连桌椅的摆放都一模一样。开业第1周，靠着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客和他们自己的宣传，生意还算过得去。但很快，客人们就发现了问题，味道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服务态度极差。到了第2周，店里空无一人，小李拿着手机，第10遍刷着小唐的那条视频。张哥，这刘亦菲也太邪门了吧！就一份盖浇饭，怎么就能做成这样？邪门什么？全是花钱请的托，网上的流量都是假的。可是我朋友昨天就去排队了，他说是真的很好吃，那牛肉。你懂什么？吃面的人和吃饭的人根本不是一回事，他那是网红效应，一阵风就过去了，咱们这叫底蕴，懂吗？底蕴。张哥，话是这么说，可咱们这店里一天到晚都没几个人啊，今天一上午就卖了不到200块钱，连房租都不够。就是啊，张哥，咱们6个人每天睁眼就是成本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投进去的20万可就全打水漂了。都怪老张，当初要不是你撺掇，非要搞什么技术入股，我们还在刘亦菲那里干得好好的。现在好了，工作丢了，钱也快赔光了。当初说要分成的时候，你们哪个不是去双手赞成？现在情况不对，就想把责任全推我身上。我们是听你的，你是带头大哥。我带头让你们赔钱了，不然呢？行了，都别吵了，吵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们还是亲自去看看刘亦菲那家店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总得知道我们到底输在了哪。对。下午2点，老张他们一行6人来到了我的店门口，此时依然排着20-30人的队伍。顾客们对我手艺的夸赞更是给了他们最后一击。老张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他看向店里那块巨大的直播屏幕，屏幕上正是我在后厨忙碌的身影。就在这时，排队顾客中有人认出了老张他们。请问你们是隔壁那家拉面馆的师傅吗？他这一声让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，老张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认错人了，我们就是来吃饭的。就是他们，那店里一点人气没有，老板还特别凶。结果呢，那边店里一个人没有，老板娘这里却排长队，太打脸了。活该，谁让他们之前污蔑人家？听到这话，老张转身就走，另外5人也都低着头，狼狈地跟在他身后。回到他们自己的店后，小李第一个崩溃了。我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，好好的工作不要，非要跟着你们出来鬼混。现在好了，老婆本都赔进去了，我拿什么回家建我店吗？你怪谁？当初说要出来单干，你不是第一个跳起来赞成的。我还不是听张哥的，张哥说我们手艺是金饭碗，到哪都饿不死，还说刘亦菲离了我们什么都不是。现在呢？金饭碗呢？人家刘亦菲现在日进斗金，我们呢？我们连西北风都没得喝。老张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！当初你跟我们保证的，说1个月就能回本，3个月就能把它击垮，现在都快1个月了，我们连房租都交不起了。所有人都把愤怒和怨恨的目光投向了老张。老张猛地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，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。都赖我干什么？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吗？当初我说要技术入股，要3成份子的时候，你们哪个不是高兴的跟什么似的？现在赔钱了，就全赖我头上了，真当我是好欺负的吗？之后，一场内讧彻底爆发了，他们互相揭短，互相指责，把所有积压的不满和失败的怒火都发泄在了彼此身上。争吵很快成了推搡和扭打，整个店里一片狼藉。这时，房东来了。吵什么吵，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？哎呦，王哥您来了。张师傅，别叫的那么亲热，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叙旧的。这个月的房租12000该交了，另外上个月的水电费1350也该结了。还有你们当初租这个店押金是押2付1，现在你们生意这个样子，我信不过。下个季度的房租36000也得提前给我，一共49350，现在立刻给我。王哥，您看能不能宽限几天？
我们这几天手头有点紧。我看你们是快黄了吧？我天天从这过，就没见你们店里超过3桌客人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拿不出钱，就立刻给我卷铺盖滚蛋。这点我收回来了。他身后那2个纹身壮汉往前走了一步，捏了捏拳头，发出咔吧咔吧的声响。6个人脸色惨白，他们现在连5000块都拿不出来。此时，他们从彼此的眼中只看到了恐惧和无助。要不，我们回去找刘老板吧。张哥，当初是你带我们出来的，现在你也得带我们回去啊。是啊，张哥，你去跟刘老板说说好话，他心软，以前我们犯了错，他也原谅我们了。张哥，我们都听你的，只要你能带我们回去，以后你还是我们大哥。老张的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妥协了。下午3点，老张独自一人出现在了我的店里。刘老板，我是来给您道歉的。之前的事是我们不对，是我们鬼迷心窍，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我们不该听信外面的挑唆，不该跟您闹矛盾，更不该在店里闹事。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大伙才明白，离了您这个地方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刘老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看在大伙为您为这家店辛辛苦苦干了10年的份上，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他说的情真意切，眼睛里甚至泛起了泪光。店里的几个客人都好奇地看了过来，服务员小秦和小雅也停下了手里的活，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一幕。老张，第一，我这里不做面。不做面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学，我们什么都能干，洗碗、摘菜、打扫卫生，什么活我们都愿意干，只要您肯收留我们。第二，我店里现在不缺人，他们都很努力，做的也很好，我没有理由辞退他们，去招一些我不信任的人。刘老板，我们以后一定改，我们保证，我们给您当牛做马。第三，老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当初是你们自己选择撂挑子，卷着所有客人的充值款辞职的，我没有拦你们，是我已经放弃了你们，我们之间的雇佣关系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结束了，账也结清了，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做生意了。刘亦菲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10年，我们跟了你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，你就一点旧情都不练吗？旧情，当你们联合起来，选择在我生意最忙的时候罢工时，旧情就已经没了。当你们卷走了我店里所有的充值款，让我陷入绝境时，旧情就已经没了。当你们在我拿出自己积蓄给大家发工资的时候，跟我念旧情了吗？当我丈夫去世，我一个女人苦苦支撑，你们仗着自己是老师傅，处处给我脸色看的时候，你们又跟我念旧情了吗？老张，回去吧，这个世界离了谁都照样转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，忙起手头上的工作。老张愣愣站在原地，听着周围客人的窃窃私语，脸上一阵青，一阵红。他再也没有脸待下去，失魂落魄地离开了。这之后，店里因为实行了利益跟员工挂钩制度，秩序变得井井有条。我赚来的第一笔钱，就给阿伟和小秦、小雅3个员工都包了一个大的红包。而老张他们的拉面馆彻底关门了，房东把他们的东西都扔了出来，换上了新的锁。据说他们不仅赔光了20万的本钱，还欠了供货商几万的货款。最后，老张他们为了一点钱，差点争得头破血流。与此同时，我店里一个金丝眼镜男吃完饭后找到了我。刘老板对吗？请问你是？我是盛丰资本的投资总监方圆，观察你的店已经半个月了。恕我直言，刘老板，你做的可能不是一家简单的盖浇饭店，首先是极致的透明化，后厨直播和食材展示，这在整个餐饮行业都是颠覆性的社交。你精准地抓住了当下消费者最核心的痛点，也就是食品安全焦虑。你不是在卖发，你是在贩卖安心。其次是极高的出餐效率，20秒，看似很少，但每一份都经过精心打磨的稳定的出品，这是连锁化的基础。最后是你沉淀出的运营流程，限量供应，不做外卖，不做预订，这些看似任性的规定，反而筛选出了最优质的客户，维护了品牌调性，并且制造了强大的社交话题。刘老板，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你无意中打造的这个模型，如果进行资本化运作和快速复制，它的想象空间将超乎你的想象。他说的这一切，正是我12年前在那份商业设计里就已经规划好的一切。我只是想安安稳稳地做好一家小店而已。刘老板，我们明白人不说暗话，我今天来是代表盛丰资本，想和你谈一笔合作。我们在 CBD 核心区开发了一个高端商业综合体，叫星光里。我们计划在里面打造一个全新的体验式的精品美食广场。我们诚挚地邀请刘亦菲盖浇饭作为第一批核心商家入驻。我们给你预留的是整个美食广场里位置最好的一个铺位，正对主入口扶梯。另外，我们还提供全套的装修支持，提供前3个月的租金减免，并且会投入千万级的市场宣传资源，为你引流。我们只有一个要求，3个月内这家新店的营业额要做到老店的2倍。如果能做到，
上方资本将对你的品牌进行第一轮天使轮投资，估值不低于8位数。这个数字一出，小琴和小雅他们在旁边听得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连一向沉稳的阿伟都停下了手里的活，震惊地看着这边。方总，感谢你的认可，这件事太大了，我需要时间考虑，3天后再给你答复。好，刘老板，我等你。我相信一个能亲手打造出这样一家店的女人，她的野心绝不仅是城市的这一方小天地。方渊走后，店里炸开了锅。一菲，1000万啊！我们这是要上天了吗？你还考虑什么？答应吧！太牛了 ，CBD 啊，那可是全城最繁华的地方。对呀，一菲姐，这是个好机会，答应吧。都先别激动，这件事是机会，也是陷阱。随后我把所有人都叫到后厨，关上门，开了一个小会。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优点，但你们没看到的是我们的缺点。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人。现在这家店我一个人还能撑住，但如果开第2家店，谁去管？谁来做厨师长？谁来保证新店的出品味道和老店的一模一样？连锁连起来的是品牌，锁住的是品质。一旦品质失控，我们现在所有的名声都会在旦夕之间崩盘。所以在决定是否要接受这个邀请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解决人的问题。我给每个人都分配了新的任务，并和他们约定好在3天后再开一次会议。3天后，方渊准时来了。刘老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方总，我们同意了。第2天上午11点半，星光里午休的人潮开始涌动，店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。这些人与城南老店的顾客不同，他们几乎人手一杯星某客，穿着价值不菲的西装和套裙，讨论着的是股票、基金和下午的会议。尽管我们做好了准备，可正式营业后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因为瞬间涌入的人数太多，访问量过大，我们那个刚刚上线的小程序在开业的第3分钟就光荣的崩溃了。小琴通过对讲机焦急地向我汇报了这个情况，整个前厅出现了一瞬间的骚乱，排队的客人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，而我丝毫没有慌。小琴，立刻启动 B 计划，让服务员拿出备用的手写菜单和序号牌，进行人工点单，告诉客人们，因为系统问题，今天所有点单的客人全部赠送一份我们自己熬的酸梅汤作为补偿。阿伟，注意听单，按序号出餐，稳住，不要乱。开业第1天，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后，新店迅速进入了高效运转的状态。晚上10点，我们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。小琴拿着今天的数据报表冲进后厨，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。一菲姐，我们今天的营业额突破了5万。闻言，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店进驻星光里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，各大本地美食公众号、新闻媒体的 APP 都争相报道了这个从城南小巷里走出来的餐饮神话。而此时此刻，老张正蹲在星光里地下3层的停车场里，吃着一个冰冷干硬的馒头。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，给一家清洁公司当保洁员，负责的区域恰好就是星光里。中午，他正在负1层的卫生间里清理垃圾桶。2个刚从楼上美食广场下来的白领丽人，一边补着口红，一边走了进来。天哪，那个刘亦菲盖浇饭也太火了吧！我排了半小时才拿到。是啊，不过真的好吃。我点的黑椒牛肉，那个肉质绝了，38块钱，简直是做慈善。我更佩服他们那个老板，叫刘亦菲是吧？我看报道了，说他以前是开拉面馆的，被几个老师傅给坑了，结果人家自己换赛道，也太励志了吧！可不是嘛，这种有脑子有魄力的女人，活该她发财，不像那些自以为是的老油条，早晚被时代淘汰。此时的老张躲在隔间里，捂着胸口，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之后，他趁着工作的时候顺道去偷偷看了我，见我光鲜亮丽，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后来，我再也没见过老张他们，而我的一时一味事业越做越大，从刘老板变成了刘总，打造出一份属于我的商业帝国。